比特币现货 ETF 流入量创下2个月以来的新高，比特币要暴涨突破前高了吗？比特币在过往10月回报率都相当不错，这次会复制一样的走势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现货 ETF 的数据，我们就在9月26号昨天，我们流入了非常巨额的流入量，我们流入的量呢，总和来看呢，有3亿6500万之多，这其实非常非常多了。因为我们在这整个震荡区之内呢，其实整体来说流入量都不算太多，我们可以来把我们在9月26号流入的数据呢，来跟前面的数据去做比较，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昨天的流入量绝对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来看到左手边这个图表，左手边的图表呢，计算了每家 ETF 流入的量，你可以看到不同家的 ETF 呢，所使用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灰色的贝莱德，还有绿色的富达。你可以发现基本上我们在整个震荡区提醒一下各位震荡区大约是从3月左右开始你可以发现我们整体的流入量呢都在急剧的衰减你可以发现我们基本上到震荡区之后出现这种巨额流入的次数呢就急剧的下滑，而我们在前面暴涨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出现连续而且巨量的流入的。像我们当时在2、3月的时候暴涨，我们当时的流入量一天大概就在6、7亿美金左右附近不会差距太多，而且是很连续的。那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基本上在整个震荡区比较大的流入量呢，像是我们之前在6月5号当天我们流入的是非常夸张还有我们在7月23号是流入的很夸张。那我们在昨天呢就是9月26号的时候，我们的流入量也创下了2个月以来的新高点上一次要流入这么多，大约要在7月23号。那我们中间有出现这种上下非常长的这种流入量呢其实它是由于一个事件我们都知道深紫色的是灰度的数据，那么浅紫色是灰度 mini 的数据。那其实我们在这天在7月31号这一天呢，我们流入很多，流出也很多，其实只是左手倒右手，就是灰度的 ETF 呢，灰度的比特币去流到了灰度 mini 之中。那其实左右相抵消呢就是没有流入也没有流出。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这几天的数据，我们可以来把这几天流入的数据呢，来把它对应到图表9月27号，还有7月23号跟6月5号。OK， 我们来把它对应到图表之上那首先呢，我们先切回到日线的图表，我们先看一下6月5号。当时的6月5号是在这个位置这是6月5号，还有7月23号7月23号，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是川普在 Nashville 发表比特币年会的演讲还有我们现在就是9月27号这几天的流入量创下了最高的峰值。你可以发现什么呢？当我们的流入量到达峰值的时候，我们的行情也就在最顶部。你可以发现我们在6月5号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在7月23号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状况，还有我们在7月27号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不过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它后面有没有在连续的大量的流入。你可以发现当我们在7月23号创出了流入量的巅峰之后呢，后面的流入量就是零零落落的，然后随后呢，甚至有出现连续的流出，那我们的行情其实也就被终结掉了。然后我们在6月5号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它都是有流入量在不断的增加。那我们在6月5号的时候，流入量到达最高点，其实也就是行情的顶点了。那我们在后面呢，流入量后继无力，我们就开始下跌了。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一次我们要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昨天的流入之后，我们后续有没有连续而且巨量的流入，这才会决定我们究竟能不能走出我们原本的震荡区。如果说我们的上涨呢没有走出原本的震荡区，那其实我们这一波的上涨跟前面几波的上涨呢，就我们无法分辨，其实也就根本不重要因为它就相当于是在震荡区当中的无序的震荡，我们很难去抓住一波真正趋势的行情。那至于我们要开启真正的多头趋势呢，我们可以观察几个要素。首先我们必须先看趋势线。我们在空头或多头的过程呢，一定都会产生趋势线的。那这条趋势线会很关键的。那你可能会说，趋势线有很多种画法，一张图可以画出很多不一样的趋势线。但
在我的角度里面，其实趋势线永远只会有一条，在一张图里面最重要的趋势线只会有一条。当然，我们可以画出很多条不同的趋势线，只要有3个接触点，我们都可以画出趋势线嘛。那当然接触点越多越有效。所以我们在顶部的这根趋势线呢，它的重要程度会比在下方只有3个点的趋势线的重要程度呢，要来的重要许多。我们要突破我们原本的区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突破这条趋势线。再来，我们会来突破我们前高点，大概在7万左右。最后呢，就是我们要创出新高，也就是我们要突破7万4。这3个要件呢，在趋势开始之前，它一定都会被一一满足。那如果还没有满足的话，其实这波趋势就是值得观察的，或者说我们可以再稍微等待一下，我们还没有办法非常的确定。那我们从短线上来看呢，我们把这个 K 线呢看得少一点点，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比特币它确实是做了双突破，确实是双突破。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有趋势线，然后我们的前高点小一点点级别的前高点也被突破了。只是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突破之后，它的走势并不是到非常强劲。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中间呢，它确实有受阻。你可以看到，在中间走了这么多根 K 线之后，它的突破的幅度并不是很大。然后我们的量能呢，也不是很大。当然呢，现在不是很大，未来是有可能被改变的。不过，如果有一天我们出现的这种突破的时候，我们出现这种连续的上涨 K 线，并且我们的 K 线它的长度是有增加的，然后我们的量能呢是有很明显的增加，那到时候我才会认为是我们要全力看多的时刻。现在我自己还是保持比较观望的态度，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用比较严谨的态度去检验我们在震荡区的每一波上涨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被在震荡区当中的小的这种上涨去蒙蔽，太多可能造成误判的条件。所以我认为在这么长的震荡区当中呢，我们需要用更严苛的条件去判断它。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你只要点击这个链接，然后来到界面之后呢，下面会教你如何一步一步领取空头仓位，你可以拿去开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等等的，而且你赚钱之后呢，你可以把你的盈利直接给提币走，这个仓位就是完全是送的。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过往回报率的统计吧。我们之前有跟各位提到过，在9月从过往的统计上面呢，比特币很多年它的回报率都是负的，或者说负的比较多。不过我们在2024今年呢，你可以发现我们剩没几天，我们9月的月 K 就要收盘了，可是我们却有一定的涨幅。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只是一个统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确实是不清楚。那我们今年有没有重复我们过往周期的原因呢？这个我也没有办法确定但是我们依然是可以根据这个数据，根据这个图表呢，去做一些规律的统整跟观察。你可以发现，我们在9月，如果它是一个上涨的月份，那基本上就是涨到年底了。我们过去是没有失败过。你看2023年然后2016年还有2015年，我们只要9月份是上涨的，我们就是一路涨到年底就整个第4季度全部是上涨。那我们可以再观察其实1到12月呢，它回报率最好的2个月份一个是10月另外一个就是2月，一个是10月，一个是2月你可以观察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迈入10月的行情了。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在过往的10月当中往往都是上涨或暴涨的月份。不过这一次它会不会也复制我们之前的这种历史规律呢？我认为关键在它有没有突破这个震荡区，它有没有顺利的突破这个震荡区。那我们离判断的标准呢，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接近我们就来仔细观察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行情吧。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